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今天在一个从来没有其他人录音过的地方，但是我要小声一点，因为我不知道外面是不是安全的。等一下，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吗？关了。我看一下。他好像走了，他好像没有看到我。刚刚蛮可怕的，因为真的很近，好大只哦，真的蛮可怕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今天决定要在家里录音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觉得每一天在家蛮无聊的，所以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。不过今天的影片，跟录音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其实有一点点的关系，因为我现在在录音一个影片，所以我决定要录音。哈哈哈哈！你觉得好笑吗？哇！OK， 我今天要分享给你7个原因，为什么外国人比台湾人更爱台湾。我知道，当然很多台湾人也蛮喜欢台湾，也会蛮享受台湾，没错。但是我在台湾9年，我听了非常多次，就是有台湾人跟我说，还是跟其他外国人说，哇，你真的比台湾人更爱台湾。还是常常有人跟我说，我去过的地方比他们自己更多。好，为什么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国家？其实我已经拍过很多影片，你可以在我的频道看到更多关于这个主题。但是今天的影片的角度真的是为什么外国人似乎比台湾人更喜欢、更享受台湾呢？有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骑机车，然后台湾人会觉得骑机车真的很正常、很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？为什么今天天气这么热，但是我还是蛮开心可以在阳台拍这部影片呢？为什么我这几年很努力的就是去看台湾所有的离岛，然后我发现可能大部分的台湾人也可能没有去台湾所有的离岛。是台湾比较适合外国人吗？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啦。但是我想了很久，然后我有一些想法。第一，我们住过在不同的国家，我们至少有2个国家的经验。我的话，我住过在5个国家，所以我真的可以做一些比较。因为我有多于1个国家的经验，我真的可以发现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。好，给你一个举例啦。你如果只有住过在台湾，你可能会觉得台湾的交通很糟糕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也有住过在印度很大的城市，可能住了几年，那你现在可以发现，其实台湾的交通是蛮好的。有不同的国家的经验，真的会有帮助，让你了解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还是什么是更好。做一些比较很重要，所以我当一个外国人在台湾，我常常会做一些比较的影片，让台湾人更了解台湾比其他国家的一些差别。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。好，第2个原因，我觉得是很多外国人不知道会在台湾多久，因为不知道在台湾多久，所以他们会就是尽量去探险台湾很多地方，因为不知道会在台湾多久。像常常有人说，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你会做什么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今年是你在台湾的最后1年，如果以后你要离开台湾，再也不回来，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要用这个1年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吗？可能去爬山、去海边、去台湾很多地方，因为你只有这1年。所以我觉得外国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，不知道会在台湾多久，所以我真的要用这个时间做更多事情，因为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。OK， 第3个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要来台湾。这个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我们是自己决定离开我们的国家来台湾。在心理学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
这个会让我们更努力去用一个正面的态度看台湾。因为我们决定要住在台湾，所以至少我们应该要努力一点去享受台湾的好。第四个，我觉得跟个性有关系，就是外国人可能更有探险台湾的好奇心。这个其实我想了很久，不只是台湾，而是所有住在不是自己国家的外国人，可能不是一般的人。当然没有办法以偏概全啦，但是通常决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的人，可能会有比较外向一点的个性，可能比较会有好奇心。好，第五个就是我们很感激，我们会有待在台湾的机会。其实待在台湾没有那么简单。我知道就是西方的国家一个大部分，你可以待在台湾当观光客90天，然后台湾人也可以去这些西方的国家90天，但是只能当观光客，然后过了90天要离开，所以很适合来台湾玩。但是如果决定要待在台湾，要住在台湾，找工作不简单，可能当英文老师比较简单一点点，但是基本上在台湾拿到工作证、居留证不简单，所以外国人终于可以拿到工作证、居留证，然后真的可以待在台湾，会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会真的了解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。然后第六个我觉得很像，就是我们也很感激被社会接受。你可能常常会听到外国人说台湾人很友善，很亲切，这是真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也要了解，在很多不同的国家，当地人对外国人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亲切，有时候也会歧视外国人。我给你一个比如啊，像我的中文还不错，但是我写中文不好，因为我非常少有机会写，我大部分都是打字。然后这几年我几乎每一年都会搬家，有新的地址，所以我住的地方的地址我真的不会用中文写。但是有很多地方你真的需要填你的资料，还要写地址，比如说移民局还是银行。那这个时候我常常请对面的工作人员帮我写我的地址，然后他就每一次很乐意的就是帮我写。但是我如果在法国的话，我如果请工作人员帮我写我的地址，他会跟我说：喂，你觉得我是你的妈妈吗？你自己写啊，然后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下一个客人在等，请你去旁边写，然后我就要下一位啊，下一位。法国人真的会这样，不会特别友善，也不会特别想帮助你。所以外国人在台湾看到台湾人这么友善，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蛮开心在台湾，真的会改变外国人住在台湾的生活，我觉得。还有，我想感谢所有曾经帮我写我的地址的台湾人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然后最后一个，我会觉得台湾的媒体通常比较负面，但是国外的媒体讲到台湾的时候，真的比较正面。台湾的媒体、台湾的新闻都有一些很负面的态度，你会看到很多车祸啊，很多小偷，很多用暴力的犯罪。为什么台湾的新闻会专心到比较小、比较负面的细节，而不太会讲到正面的事情？反而我觉得国外的媒体如果讲到台湾，好像真的会讲到比较大规模的事情，而且是比较正面的事情。所以很多外国人看讲到台湾的国外新闻，常常会听到比较好的事情，然后会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印象。好，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影片，你可能会更了解为什么外国人看起来比台湾人更喜欢台湾，然后我也希望你会更享受台湾。就算现在没有办法出门，有一点点麻烦，但是你可以还是用正面的想法，在家里做一些新的事情。对，我最近改变了我的频道的名字，我之前就是我的名字冯维元 François de Vatine， 但是呢，我决定要改变到冯维元法国台客。其实我已经2年前我开始我的频道的时候，有一些人留言说，就算我是法国人，我还是像台客。然后我觉得法国台客这个名字蛮有趣的，我觉得很适合我在台湾的看法。我是法国人，但是我非常喜欢我在台湾的生活。我觉得就算我不是最台的外国人，
但是我还是很努力学中文，还是很努力更融入台湾的社会，还有台湾的文化。我2年前已经想改变我的频道的名字，但是 YouTube 的频道那个时候如果要改变名字，好像不简单。但是最近 YouTube 有新的功能，然后你可以蛮简单的改变频道的名字，所以我终于决定，好，我要改变频道的名字。你觉得这个新的名字怎么样？你会喜欢吗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看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还没的话，我想请你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会常常拍这种影片，还有以后会拍更多户外的影片。你如果订阅我的频道，你可以继续看到我在台湾的生活。好的，我跟大家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